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回到迦南学院没多久，萧丽就告诉他们，寒风将魔岩谷的地魔老鬼请出了山。地魔老鬼向来护短，方言三人都死在了萧炎手中，他必不会善罢甘休。魔岩谷这些年和迦南学院水火不容，其中就有地魔老鬼纵容的原因。苏千脸上浮现一抹冷笑，那个老不死的，以为院长不在，便小觑迦南学院。若他真想要动什么手段，迦南学院奉陪便是。他还真就不信，以前院长在时，跟个缩头乌龟似的地魔老鬼，敢将他们迦南学院砸了不成？苏千下令进入戒备状态，萧门的探子也时刻关注着魔岩谷。学院的执法队倾巢而出，外界因为迦南学院的动静闹得沸沸扬扬时，身处内院的萧炎却很平静。虽说6星或者7星斗宗的地魔老鬼很可怕，但真要把萧炎惹火了，拼了命他也要融合3种异火的火莲，让那地魔老鬼吃不了兜着走。抱着这种心态的萧炎，时不时的还会去盘门练练丹药。这日，他和小医仙等人正在广场上观看学院之间的比赛时，一大批极为强横的气息从东面传来，一道苍老的声音在这片天际响起：迦南学院的小子们，老祖登门，竟然也不来迎接一下！芒天尺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？内院的长老们瞬间出现在天空上，萧炎的目光缓缓在那群人身上扫过，最中央的2人就是寒风和地魔老鬼。地魔老鬼瞥了一眼苏千，说自己不和他废话，让他将芒天尺叫出来和他谈。苏千冷笑一声，地魔老鬼这话说出来也不怕人笑话，若是院长大人在，他还敢如此兴师动众前来。地魔老鬼的确很怕芒天尺，但现在只有苏千，他放狠话，若是不将萧炎交出来，内院以后也不用再开了。看到萧炎飞到苏千身旁，寒风连忙说，方言就是死在他的手中，而且菩提化体弦如今也在萧炎手中。地魔老鬼语气平淡地问萧炎，是主动跟他走，还是由他亲自出手断去4肢后带走？苏千眼睛一瞪，这里可不是魔岩谷，他要是敢在内院动手，就是拼了这条命，苏千也要让他知道迦南学院不是泥捏的。萧炎知道地魔老鬼真正的目的是菩提化体弦，说这些话不过是找个借口来生事罢了。被萧炎说出自己的目的，地魔老鬼恼羞成怒，5道凌厉的斗气直奔萧炎。小医仙上前将攻击震退，但他自己的身影也微微一颤，后退了一步。地魔老鬼没想到小医仙如此年纪就达到了斗宗级别，萧炎讽刺着说，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这么老了依旧没什么进步不成？地魔老鬼眼中凶光闪动，他的天赋并不差，但和芒天尺以及当年同辈的老家伙相比，的确是最差的。芒天尺早就是斗尊强者，而他依旧在斗宗层次徘徊，这一直都是他心中的痛。萧炎的话犹如在他伤口上又划了血淋淋的一刀。一旁的寒风让他不用理会萧炎，等将他擒住后，再将他的牙齿一颗颗拔下来，舌头割掉，看萧炎还如何狡辩。寒风实在怕了层出不穷的萧炎，他主动说自己来对付苏千，小医仙和萧炎就交给地魔老鬼。地魔老鬼虽然很想在内院大开杀戒，但也知道要是日后传到芒天尺耳中，他必定会死得很惨，所以开战前特地说，只要内院的学生和长老不出手，他带来的强者便也不会插手。不过萧炎的命必须得收。地魔老鬼说完就脚踏虚空走向萧炎，他狂傲地让萧炎和小医仙一起出手。苏千脸色一沉，想上前却被突然出现的寒风拦住。看着寒风，苏千冷笑着说，等院长大人回来，他一定会将此事好生说说，到时候看谁还能保他。寒风也很忌惮芒天尺，但嘴上却怪笑着让苏千别说这种话。芒天尺10几年没回来过，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在世上？寒风的话一下子让内院所有的长老怒火直冒。苏千将身后暴动的长老们压下，让他们随时注意魔岩谷的那些人，万一萧炎那边出了什么岔子，便出手相助。说罢，苏千便和寒风打了起来。寒风这边进入了战斗状态，地魔老鬼还在那磨磨唧唧的问萧炎，他们是一起上还是车轮上？小医仙低声说他来，但见萧炎坚持一起，也不再多说什么。
地魔老鬼在和小医仙交手时，还能分神去追杀萧炎。好在萧炎现在的速度大涨，才惊险地躲过了地魔老鬼的鬼爪。小医仙率先攻向地魔老鬼，为萧炎争取时间。很快，他的衣衫在地魔老鬼的攻击下破裂，带起丝丝鲜血。地魔老鬼看了他一眼，他让小医仙转身离去，自己保证不会找他的麻烦。也就是在地魔老鬼这么磨磨唧唧时，萧炎结好了翻海印。地魔老鬼虽然知道这个能量手印蛮厉害的，但他的骄傲不允许他躲避一名区区斗皇的攻击。一道惊天动地的声音响彻天际，天空上的萧炎捂着嘴轻咳了2声。他和小医仙都知道这一击并不能击败地魔老鬼。地魔老鬼再次出现时，衣衫依旧整洁，就连头发都不怎么凌乱。他讥讽萧炎，如果这是你的底牌，那今日你的命老夫就带方言3人收了。地魔老鬼嘴上说的好听，实际上他收进袖袍中的手上沾染了一片鲜血。他满脸杀意，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，身形诡异消失。萧炎赶紧消失在原地，才好险地躲开了地魔老鬼的鬼爪。一击落空，地魔老鬼杀意更盛，刚想追上去，却被小医仙拦住了。可惜硬碰硬，小医仙根本拦不住他。眼看地魔老鬼疯狂追着萧炎，小医仙脸色一变，解开了他的恶难毒体。望着突然变强的小医仙，萧炎的拳头猛然握紧。他很清楚，小医仙解开恶难毒体，虽然实力能暴涨，但也会让毒体彻底爆发的时间再次缩短。萧炎让小医仙帮自己拦住地魔老鬼一会儿，其余的交给他来。此时的萧炎眼中满是疯狂，就连小医仙看着都有些心悸。小医仙瞥了一眼地魔老鬼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地魔老鬼冷笑一声，虽然不知道小医仙的实力为什么突然暴涨，但如今的他也不过是5星斗宗，而自己早已经进入了7星层次。虽说如此，但不知道小医仙鲜血厉害的地魔老鬼还是吃了个暗亏。不过到了他们这个等级，要将有毒的鲜血逼出体外，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只是有点麻烦而已。而这也是小医仙需要的。凭他的实力，拦住地魔老鬼有些困难，但有了毒血的干扰，就要轻松许多。小医仙上前缠住需要分神逼出毒血的地魔老鬼。此时，萧炎手掌上悬浮着2朵青色和无形之色的火焰。他很清楚，2种异火融合的佛怒火莲对地魔老鬼这种强者没有太大的威胁力，所以萧炎动用了药老给他的古灵冷火。正在被融合的3色火莲终于让地魔老鬼感受到了威胁。他将毒血逼出体外，再次警告小医仙让他离开。见小医仙依旧死死纠缠，地魔老鬼满身杀气地迎了上去。萧炎望着逐渐成型的3色火莲，眼神有些闪烁。以往他对3种异火融合的佛怒火莲充满了信心，但这次却有些把握不定。以他如今的实力，施展一次3色火莲便会进入脱力状态，他必须要保证一击致命。看着再度被打得吐血的小医仙，萧炎眼中涌上一抹疯狂。一道灰褐色火焰缓缓飘荡而出，这团火焰正是当初他从方言3人手中抢来的化生火。虽然化生火不是异火，但依旧蕴含着强横的能量。将它融入3色火莲，佛怒火莲的威力将会达到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次。此时的韩风和苏千2人经过一番大战，看起来都有些狼狈。苏千抹去嘴角的血迹，他的实力比韩风还是要弱上一些的。韩风狰狞一笑，身形缓缓升高，今日就让苏千成为他进入斗宗以来杀的第1个斗宗吧。但很快，一股充斥着毁灭性的浩瀚能量悄然出现在天空上。这股力量让在场所有人的脸色瞬间煞白。韩风和苏千看向萧炎面前悬浮着的斑斓火莲，一脸的呆滞。苏千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，这个火莲威力之强，和萧炎之前施展的简直是天壤之别。韩风脸色变幻不定，就在他心中杀意暴涌时，萧炎心有所感地瞥了他一眼。就这一眼，韩风心中的杀意迅速消散。他知道这个火莲是丢给地魔老鬼的，但他也知道萧炎有多恨自己。万一他一个精神紊乱丢了过来，那他真的就没有丝毫活路了。看着韩风艰难地扯出一个笑容，哆嗦着移开目光，萧炎脸上浮现一抹嘲讽的笑容，随后看向手中这个威力最强大恐怖的火莲。萧炎将它称之为毁灭火莲。
这次的毁灭火镰有些粗糙，不如之前的精细，因为萧炎竭尽全力也只能将它维持平衡。萧炎的目光缓缓停在已经停手的地魔老鬼身上，此时地魔老鬼的脸色十分难看，甚至心头涌上了一丝后悔。他张了张口干舌燥的嘴，声音嘶哑着：“老夫这就离去。”但来都来了，萧炎怎么会让他就这么离开？虚无空间直接被火镰撕出一条裂缝，直奔地魔老鬼。地魔老鬼头皮一阵发麻，随后凝聚出诡异的黑色寒气防御。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，火镰静悄悄地冲了进去。就在众人等待着惊天动地的大爆发时，黑色寒云却陷入了诡异的平静。天空上的苏谦脸色猛地一变，声音响彻整个内院：“内院长老速退，所有学员立刻趴下，快！”天空上的人全都在疯狂逃跑，一道足有100丈庞大的火浪砰的一声炸响，黑云在火浪之下毫无抵抗之力，逃得慢的魔岩谷强者瞬间化为虚无。内院的一些建筑物直接被震裂，千米之内的森林被夷为一片平地，仅仅只是一波火浪便造成了这般可怕的破坏力。苏谦连忙提醒还有一波，让所有人都离远一点。无数学员四下逃窜，他们也看出火镰已经脱离了萧炎的控制，若是爆发出更加恐怖的能量，内院怕是会瞬间被夷为平地。一个足有20丈庞大的火球自黑云中升起，火球中蕴含的毁灭力量甚至让周围的空间出现裂缝。萧炎也不清楚为何火镰会变得如此恐怖，但一想到任由火镰爆发的话，内院所有学员怕是会尸骨无存。想到那种结局，萧炎眼中闪过一抹狠色，他往嘴里塞了一把丹药，想着拼了自己这条命也要控制住火镰。关键时刻，2道苍老的灰色身影缓缓浮现。苏谦也发现了这2道身影，他的眼中涌上狂喜，这2个老不死的总算肯出手了。这2人就是迦南学院的守护者千百二老。千百二老只有在迦南学院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才会出手。他们俩在感受到火球中蕴含的毁灭力量后，连忙结动手印，将火球所处的空间撕出一个巨大的裂缝。眼看火球被推进空间裂缝之中，萧炎终于大大的松了口气，他差点就成为学院的千古罪人了。见萧炎并没有大碍，苏谦带着他们上前感谢千百二老。听到千百二老有些严厉地责怪苏谦，萧炎连忙说今日的事都是他导致的，若要怪罪便由他来承受，和苏谦无关。苏谦翻了翻白眼，让千百二老别来吓唬人，要是他们早点出现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。想到这些年的辛酸，苏谦就忍不住吐槽他们一个个都是甩手掌柜，这么大的学院全靠他一个人管着。听到苏谦的指责，千百二老有些尴尬，说他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，大长老哪有这么好当的。不过芒天池那个家伙这么多年都没回来过，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。双方都吐槽完后，千百二老望向不远处的虚空，他们脸上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，袖袍一挥，地魔老鬼就被一道空间裂缝吐了出来。看到地魔老鬼还活着，苏谦连忙告状，这些年学院可是有不少学员被魔岩谷所害，今日绝不能放过他。白老曾经和地魔老鬼有点恩怨，今日正好一起了结。等一切都消停下来，萧炎才发现韩风那个混蛋早就已经跑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